大家還記得那款被克里姆林宮吹上天，號稱是俄軍最新高超音速導彈的真數嗎？當時普京親自站台，聲稱它是現代防空系統絕對無法攔截、無法逃脫的終極末日殺器。北約媒體甚至一度集體失聲，大驚失色地討論歐洲的防空網是不是在一夜之间變成了馬蜂窩。然而，劇本的走向往往比荒誕劇還要離奇。就在前不久，當烏克蘭的戰地軍事拆解專家們拿着大號扳手和工業顯微鏡，一點點拆開掉在基輔南郊比拉采尔科瓦地下的真数導彈殘骸時，整個北約情報界沉默了。這枚造價高達5000萬美元、飛行速度超過11馬赫的劃時代導彈，肚子裡居然連一顆高爆炸藥都沒有，而是一根根冷冰冰的实心金屬棒，以及用來平衡重心的配重高密度水泥塊。這事兒要是放在科幻電影裡，編劇估計當場得被導演亂棍打死。但它就真真切切地發生在了2026年殘酷的俄烏戰場上。難道說堂堂世界第2軍事強國已經窮到連高爆炸藥都關不起了？還是這背後隱藏着什麼讓北約軍工複合體冷汗直流的復古黑科技？我們今天就撥開真數導彈的外殼，看看俄軍是怎麼外強中干的戰略擰巴，以及烏軍背後那套不可動搖的必勝基石。咱們把时鐘拨回到2026年5月23日那個驚心动魄的深夜。當時的基輔夜幕沉重的仿佛能擰出水來，空氣中彌漫着壓抑的死寂。突然之間，全烏克蘭的防空警報以最高分貝撕裂了夜空。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空襲，這是俄軍調集了戰略轟炸機、岸基導彈旅以及黑海艦隊發動的飽和攻擊。根據烏軍防空司令部的數據，那一晚雷達屏幕上足足監測到了690个空中目標，雷達掃描線每轉動一圈，亮起的紅點就讓人絕望一分。自殺式無人機、巡航導彈、戰術彈道導彈在不同的高度和批次從3個方向瘋狂傾瀉。而在這一片混亂的信號群中，一顆在雷達上閃爍着詭異高速軌跡的真數導彈登場了。據悉，這枚導彈發射自1000公里之外的卡普斯京亞爾導彈靶場，那裡曾是蘇聯戰略導彈的搖籃，如今再次成為了克里姆林宮釋放核陰霾的舞台。真數在火箭助推器的狂暴推力下衝出大氣層，進入中段彈道，隨後以令人窒息的11馬赫極限速度，裹挾着與大氣摩擦產生的數千度高溫，砸向了基輔南部的軍事重鎮。當時整片夜空被照耀得如同白晝。距離撞擊點僅2公里的烏克蘭大媽納迪亞回憶說，那根本不是導彈的聲音，那是地獄被撕開的噪音。克里姆林宮的劇本演得天衣無縫，威懾力直接拉滿。按照俄方吹噓，這玩意兒只要落下去，高超音速動能配合高爆威力，方圓幾公里都能原子化解體。可結果呢？等漫天的煙塵散去，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局的官兵火速趕到現場，沒有什麼核污染，沒有什麼方圓數公里的焦土，被這枚末日殺器直接摧毀的，僅僅是3間當地居民用來停放舊車、堆放破銅爛鐵的鐵皮車庫。沒想到這3間鐵皮車庫居然承受住了俄軍5000萬美元的戰略重擊。我想應該向他們敬個禮，畢竟他們捨己為人的保護了周邊。好了，不開玩笑。接下來我們看看真數導彈的性能究竟如何。經過多光譜掃描，烏克蘭專家發現，真數導彈確實採用了極其先進的多彈頭分導技術。主彈頭艙段在分離後能散成6個獨立的子彈頭，每個子彈頭又在末端釋放出6個子彈藥，在地面上形成了36個散落有致的撞擊點。從天女散花的視覺效果和彈道動力學上看，它確實是一枚標準的現代戰略導彈。然而荒謬的地方在於，這些分導子彈頭的內部核心撥開耐高溫的燒蝕外殼，裡面整整齊齊地碼放着高硬度的實心金屬棒，周圍密密麻麻地灌滿了最普通的工業高密度混凝土。現場發生的劇烈火光純粹是11馬赫高速摩擦產生的熱量，以及落地瞬間動能釋放引發的衝擊波，純粹的動能殺傷。俄軍這款末日殺器怎麼就變成了從30樓上往下扔水泥啞鈴，然後在地上砸個坑的高空拋物？要知道，按照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測算，單枚真數的研發與製造成本保守估計在5000萬美元以上，而結果卻是僅取得了燒毀3間鐵皮雜物的降維戰果，這性價比直接跌進了馬里亞納海溝。相對而言，俄軍手裡最成熟的伊斯坎德爾 M 單價大約140萬美元，雖然速度沒那麼誇張，但它肚子裡可是實打實的塞滿了480公斤的高爆炸藥。如果昨天砸下來的是伊斯坎德爾，這3間車庫連帶着方圓幾百米的建築底基都得被掀飛。那麼俄軍為什麼放着140萬的真導彈不用，反而非要送一枚5000萬的水泥快遞呢？北約軍事專家對此稱，這根本不是軍事打擊，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恐嚇行為藝術秀。稱俄軍想通過這種方式展示其有能力把載具精準砸在你家門口。說白了就是這次裝水泥是給你面子，下次再敢還手，裡面裝的就是戰術核彈頭了。
然而，這種極限施壓在烏克蘭人眼裡，只是暴露了俄軍在常規戰場上的精疲力盡。常規戰打不贏，現代化精確制導武器跟不上，只能拿着戰略大棒出來晃悠。這種假裝要扇耳光，結果手掌停在離臉10公分的地方就收回去的行為，簡直充滿了戰略投鼠忌器的尷尬。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彈頭裡灌的是水泥，這枚導彈的核心控制系統會不會也藏着什麼上世紀的秘密呢？既然彈頭部位是一場水泥秀，那作為俄軍軍工高峰的代表，控制系統总該有點黑科技吧？但結果依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當烏克蘭專家把那些電子元件擺放在實驗台上時，所有人的臉都變綠了。在專家的預想中，高超音速導彈核心應該是納米級芯片和超高頻雷達導引頭，可呈現在眼前的卻是一堆散發着濃郁冷戰蘇制風格的巨型機械構件。螺栓連接粗暴，電路板上的電容大得像火柴棍，最核心的制導軸心居然是一個老得掉牙的純機械慣性陀螺儀，感覺就像是俄羅斯老技工從博物館裡偷出來的蘇聯文物。只是俄軍技術如此復古，针数導彈憑什麼能讓北約重金打造的電子干擾網絡抓狂呢？可能這就是只要我足夠落後，你就無法對我實施技術代差打擊吧。現代防空系統的核心是通過高功率電磁波去壓制、去干擾導彈的 GPS 信號，讓導彈在電磁迷霧中變成瞎子，最終偏離航線自行墜毀。但面對着這種挺着冷戰肚子的针數導彈，電子戰特種兵們蒙圈了。這枚導彈在發射升空後，根本不向外界發射任何無線電信號，它完全不需要接受衛星定位指令，制導全靠肚子裡的純機械陀螺儀。在發射前，俄軍工程師只需輸入終點坐標，導彈升空後就靠着純粹的牛頓力學物理慣性死磕，任憑你干擾波吵得再響，對一個機械硬結構產生不了一絲一毫的動搖。這或許就是蘇俄式的粗糙與暴力美學，但是這種逼出來的暴力美學卻戳穿了俄羅斯軍工完全自主化的虛假底褲。在基輔實驗室的拆解清單裡，烏克蘭專家一共找到了62個關於導彈制導系統的核心元件，表面上看確實沒有用到一粒北約芯片，可當調查人員核对出廠批次時，卻突然發現其中超過80%的零件生產日期停留在2004年到2014年之间，個別機械閥門的工藝標識直接指向了1989年的蘇聯末期。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俄羅斯所謂的新型武器體系本質上是在瘋狂吃蘇聯留下的工業老本。自全面戰爭開打以來，技術封鎖讓俄羅斯造不出更先進的處理器，那些用於洗衣機的商業芯片根本无法承受载入大氣層時恐怖的高溫和过載，於是他們只能打開塵封數十年的戰略倉庫，把幾十年前的舊元件翻出來，像補丁一樣強行縫合進這枚叫針數的新導彈裡。雖然依舊能讓人頭破血流，但在數字化戰場上，這種復古流無疑是慢性自殺。美國國防部的專家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針數根本不是全新研發的武器，只是 2S-26 魯別日導彈的套殼改款。更致命的是，烏克蘭專家已經把這些翻新元件的型號和規格登記到冊。接下来，北約的情報網將根據這份清單實施定點清除式的供應鏈绞殺。而且，當烏克蘭把殘骸摸透，把慣性導引頭的參數輸送給盟友的那一刻，這枚導彈在升級了算法的愛國者3面前，將不再有任何神秘感。接下來，俄軍迎接的恐怕是烏克蘭降維般的火力打擊。相比俄軍用5000萬砸3個車間，2026年的烏克蘭軍隊，他們則在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非对稱火力美學給俄軍上課。雖然沒有巨型戰列艦，但烏軍憑借高精度火箭炮和成千上萬架智能無人機，已經將射程之禮演化成了一種聰明大炮主義。就在俄軍針數導彈在基輔郊區聽個響的那個夜晚，烏軍的無人機蜂群就如暗夜幽靈般低空掠過戰線，目標直指俄羅斯賴以生存的能源命脈和後勤樞紐。第二天清晨，當俄方還在刷基輔車庫殘骸的照片時，俄羅斯本土幾家巨型煉油廠方向，那衝天而起的染黑半邊天的烈火，才是真正讓克里姆林宮感到疼的致命打擊。而俄烏兩家軍隊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差異，根源在於組織能力和制度健康度。俄羅斯軍工體系底盤大，但背後的官僚主義和腐敗早已千瘡百孔。一個針數項目中間不知道養肥了多少蛀蟲。為了向高層交差，他們不惜用老舊陀螺儀糊弄事，用水泥彈冒充杀氣。而烏克蘭的軍工產業是在殘酷的戰火中淬煉出來的，在這裡沒有任何官僚主義的容身之所，因為任何虛報參數的零件在幾個小時後就會變成前線士兵冰冷的屍體。烏軍把星鏈網絡、AI 算法與廉價無人機完美結合，他們不追求虛無的政治威懾，每一發彈藥的目的只有一個：消滅敵人。
這種把火力利用率發揮到極限的智慧，才是烏克蘭能面對強敵依然戰線堅挺的底氣。那麼，當俄軍最後一張神秘底牌变成明牌，烏克蘭離最後的勝利還有多遠？在這場大博弈中，當真數殘骸被運抵實驗室時，我就明白了一個道理：俄羅斯輸掉了一筆無法估量的戰略總資產。美國防務專家吉姆·海姆斯嘲諷道：“克里姆林宮犯下了致命錯誤，他們把箱底最神秘的數據像發傳單一樣送進了我們的實驗室，這是多麼絕望的泄密場景！戰略導彈的威懾力核心就在於神秘。北約不知道你分離彈頭的精確物理節點，不知道你的推力曲線，只要數據沒洩露，防空網設計算法時就必須流出巨大的冗餘，這就叫威懾。然而現在，這一切都在那3間鐵皮車庫的見證下，變成了一场透明的陽光秀。此時此刻，北約的超級計算機正在日夜不停地運轉，燃料組分配方拿走，多彈頭擴散模型拿走，红外輻射特徵拿走。這些曾經的最高機密正通過加密網絡瘋狂傳輸進全球反導防禦數據庫。以後俄軍再想玩核訛詐，那性質就完全變了。你的一舉一動，每一個變軌，在反導雷達眼裡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基輔不僅沒陷入恐慌，反而以此為證據，採購更多針對性升級的攔截系統。只要參數轉化成算法，這隻高超音速的水泥紙老虎就將被永遠劃掉。而在這場鬧劇背後，俄烏兩軍體系的終極對決也暴露得一覽無遺。現代戰爭從來不是1-2件 PPT 武器能決定的，它是一場工業精度、供應鏈管理效率以及戰略耐力的全面比拼。俄羅斯後方的軍工廠雖然24小時運轉，但缺乏高端芯片的繁榮只是最後的回光返照。腐敗的脓包更是致命，前線士兵缺醫少藥，精打細算，後方權貴卻在規劃着未來的豪華度假村。這種社會撕裂是人類歷史上所有龐大帝國崩潰前的經典前兆。反觀烏克蘭，最讓人感動的是舉國一致、向死而生的凝聚力。他們的戰線雖然承压，但在火力的淬煉下，正在變得越來越堅硬。這場戰爭現如今的本質，就是一個穿着舊衣服、兜裡沒芯片的戰略破落戶，在胡同裡撞上了一個手裡握着數字化手術刀的百戰硬漢。這個硬漢憑着天眼和感知網絡，已經找準了對方身上每一個由腐敗和斷代構成的死穴。接下來的這一刀，擁有全球供應鏈書寫的烏克蘭軍隊絕對會捅得比以往更致命。總之，俄軍的真數已經落地，它的虛無内核早就腐敗的只剩下一地雞毛，而烏克蘭那棵象徵自由的參天大樹正迎着曙光在焦土之上破土而出。大家覺得，在經歷了這次丟人的開河之後，俄軍還有臉繼續揮霍這種5000萬一顆的水泥玩具嗎？歡迎所有人來到評論區留下你們的看法，請大家別忘了動动發财的小手，點點讚，下期精彩視頻不見不散。